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爱上电子。这个不是 U 盘，它是一个蓝牙耳机，非常的小巧。它是插在手机充电器上的，所以它造价比较便宜。插在手机充电器上以后，在后边插入耳机，就可以播放手机内的歌曲。下面我们打开看看内部构造，没有螺丝，是卡扣的。我们给它撬开，我们看这个耳机插孔掉下来了，所以呢现在不能使用了，只需要把铜箔片补好，再把耳机插孔焊上就可以了。我们看一下它内部的元件都有什么。这端是用来插手机充电器的，很显然是供电。供电呢，一般中间这两个引角是不使用的，这边是接地，这边是5伏供电。5伏供电以后，它内部有一个稳压芯片 665K， 它是一个 3.6 伏的线性稳压芯片。这个角输入，这个角接地，这个角输出，给我们这个蓝牙芯片供一个 3.6 伏，同时给这个有源晶振供一个 3.6 伏。这个晶振的频率是26兆的。这个芯片集成度很高，如果损坏的话，我们首先看这个 3.6 伏的稳压芯片是否正常，也就是这个位置是否有 3.6 伏。如果有的话，我们就查后边；如果没有，我们查这个5伏供电是否正常。如果正常，我们就换这个芯片就可以了。另外呢，我们测量一下这个电容是否短路。如果电容不短路，我们要看一下这个晶振是否有输出信号，我们可以用示波器来测量。如果手边有相同频率的晶振，也可以直接代换测试。如果晶振输出波形正常了，还是不能工作，有可能是这个芯片开焊了。如果这个芯片损坏，也可以更换。它就是一个蓝牙芯片，这端输出一个声道，这端输出一个声道，左右声道输出以后接到我们的耳机插孔上，然后就能够输出音频信号了。另外，这个状态指示灯很有用，在我们插上充电器不连接蓝牙的时候，它是快闪；当蓝牙连接上以后，它是慢闪，并且呢，连接蓝牙不需要密码，所以非常的方便。下面我们插电看一下。我们看插上电以后就是等待连接状态，当连接上以后灯就慢闪了。好，我把铜箔掉皮的地方用导线给它连上了，然后我们再把耳机插孔给它焊上，再用胶给它粘一下，看来还是可以抢救的。焊好以后，我们再给它用2合1胶粘一下就可以了。好，今天咱们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